안 되지. 그런 말 같지도 않은 소리가 어딨어. 训犬师万万没想到女主人竟会这么做。面对瑟瑟发抖的嘉宾，他不仅没有安慰，反倒让狗上前嗅闻。他的不作为差点闯下大祸。 저 개가 원했나요? 저 개가 원했는지가 중요해요. 우리 개가 반가울 때 그렇게 짖어요. 냄새 한 번만 맡으면 문제 없어져요. 굉장히 위험하죠. 原来今天的主人公是参加过全展的赛级金毛，他曾于2023年9月获得过全场总冠军。 저 정도의 상을 받았다면 꾸준히 포인트를 딴다면은 아마 챔피언도 하지 않을까요? 한국 챔피언도? 但就是这样一个光环加身的选手，私下竟然还是个火药桶。同类的出现对他来说就是极致的兴奋剂，他不仅会狂吠不止，还会激动到流口水。迄今为止，他已制造了4次重大咬伤事件。很难想象这个惯犯竟然是一只年仅6岁、口鼻斑白的金毛。据女主人回忆，第一次是在散步时，她没拽住绳子，于是地球就一口咬伤了一只白色小狗的腿。而对方主人为了保护爱犬，也受了伤，1周没去上班。夫妻俩最后赔了对方300万韩元才了事。 第2次和第3次，他又分别把一只小型犬和中型犬咬到血流不止。第4次则是在宠物游泳池里咬住一只小狗就不松口了。据夫妻俩说，地球是在2岁之后才逐渐显露攻击性的。 제가 이제 와이프한테 우스갯소리였거든요. 이거 모았으면 우리 거의 소형차, 중형차 한 대를 샀다 이 돈으로. 虽然地球已经6岁了，但至今未绝育。江训解释，这是因为人们会选出优秀狗狗培育下一代。 如果给他们绝育，不仅不能参加比赛，还会浪费他的优秀基因。作为赛级犬，平时为了比赛会经常做锻炼，妻子还特意为他找了专门的宠物运动场训练。但愁人的是，每次他看见别的狗就会化身进击的巨人，仅凭妻子一个人管住2只金毛实在有些费劲。甚至有一次，他的3根肋骨还因此断了。这对一名全职主妇来说简直是无妄之灾。当初是丈夫不顾妻子的反对，把小金毛带回了家，因为他之前一直养的都是小型犬，所以就特别渴望养一只大型犬。 而地球就完全符合他梦中情狗的形象，看着女儿跪在狗狗旁边，满心期待等投喂的场景，这直接就触发了江训的职业雷达，让他当场爆灯。 저희 개들은 저거를 절대 안 시켜요. 얼굴과 얼굴을 맞대고 있는 상태에서 간식을 주는 행동을 하지 않아요. 虽然丈夫很喜欢狗，但也不应该把孩子置于危险境地。如果一旦发生意外，将是不可承受的。为了不让地球孤单，他们后来又养了第2只金毛。虽然2只狗看起来郎才女貌，十分般配，但3年以来，他们只是姐弟，并没有孕育后代。 当全展上的朋友带着狗来家里做客时，地球似乎并不太欢迎。一般来说，金毛是相对比较好饲养、很通人性的狗狗，甚至有时候小偷进家里，它都会摇着尾巴欢迎。但像地球这样强势霸道的金毛似乎并不常见。这时候，妻子也娓娓道出了地球性情大变的原因。原来他在1、2岁大的时候遇见了一只风山犬，他本想热情地跑过去面对面的打个招呼，但没想到对方咬住他的脖子就给他拖走了。万幸的是，风山犬想继续行凶时，妻子马上跑过去救下了地球。 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他的心底就种下了对同类厌恶的种子。有时候，即便对方没过来，他也会跑过去先下手为强。没想到他一下子就从讨好型狗格变成了讨伐型狗格。自此，夫妻俩就再也不敢松开他的牵引绳了。江训解释到，金毛的攻击性大致可分为2种，一种是未绝育的公犬，会对其他公犬有强烈的攻击性；而另一种就是像地球这样的母犬了。它们本来谦逊有礼，社交良好，但如果有过多次被咬经历的话，而且主人又很喜欢带它们参加各种社交活动。 在反复被一些小型犬恐吓之下，它们的安定系统就会受到损害，它们就会做出像上期节目贵宾犬的自我防御行为。如果就此恶化下去的话，很可能会出现咬人的情况。大家都没想到，赛场上英姿飒爽的冠军背后，竟还有这样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。不过就在朋友的金毛往厨房走时，地球直接咬了他一口。朋友见状，赶紧站起来阻止他。意外的是，夫妻俩竟直挺挺地坐在桌子旁无动于衷。江训说，这种情况如果我是朋友的话，肯定特别失望。 因为自己的狗被咬了，夫妻俩竟没有半分反应。女主人很好奇，为什么朋友的狗会这么乖？对方说，因为自己刚领养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，如果它咬人的话，就直接给它安乐死。所以一直以来，他们对它的管教都很严厉。如果它有攻击的苗头，就会毫不犹豫地用脚踢它。丈夫这时候也见缝插针说，特别认同这个理念，但妻子却完全不能接受，觉得这太残暴了。其实丈夫一直觉得妻子对狗狗们太过宠溺，即便地球犯了错，他也只是一带而过。 就像之前他被2只金毛拖倒后摔断了5根肋骨，当时医生建议他最好住院1个月调理下，但结果妻子只住了3天就匆忙赶回家了。她说自己放不下把狗狗们交给丈夫照顾，因为有一次地球又差点咬伤其他狗，当时丈夫就怒气冲冲的使劲踹了她几脚，就连被地球咬伤的狗主人都赶紧过来劝她停下。丈夫对狗狗的怒火让妻子不寒而栗，有时候毛孩子们听见丈夫的呼叫，甚至会害怕到缩成一团，这让她更不忍心把3只狗交给丈夫去照顾了。 但丈夫却觉得地球和妻子出门才会肆无忌惮地惹麻烦，和自己散步时他从来不敢放肆，十分乖巧。
妻子不觉得自己很宠溺，而丈夫也不觉得严厉有什么错。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空气里短兵相接，杀得人仰马翻。 둘이 잘 조화롭게 만나야 된다고 생각을 하는 게요. 酒过三巡，夫妻俩平时积攒的不满全都翻涌了上来。妻子指责丈夫明明没养过大型犬，却敢把狗带回家，之后又不管不顾把每天照顾狗的事都甩给了自己。但丈夫却称自己以为给狗喂饭它们就能长大了，但他却忽略了养一只狗并不比养孩子轻松多少。妻子继续爆料，当时丈夫觉得地球太漂亮了，于是他就想跟风山犬炫耀一番，才导致地球受伤的。但丈夫却觉得只是让两只狗交个朋友有什么错。借着酒劲，他又回想起地球还差点被其他狗咬伤过。这么看来，她的创伤都是和丈夫出门时留下的。面对妻子的继续指责，他马上以让女儿拿酒为由打断了谈话。酒精的麻痹让他不想被揭开最后一块遮羞布。妻子委屈的是，每天除了睡觉外，他有11个小时都在照顾狗狗，每周也就只有1-2天才是自己的自由时间。但不同的是，丈夫一年有360天的悠闲日子，总共照顾狗狗们的时间不超过5天。妻子每天会分别带3只狗出门散步5次，晚上地球洗澡加上美容造型就至少要3-4个小时。可以说他把从早到晚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。但每次妻子散步时，丈夫却像长在了沙发上般潇洒自在。当惯了甩手掌柜的他，几乎完全不管狗狗的事。或许只有妻子不舒服求他时，他才会帮忙遛狗，甚至有时候即便求他也不一定答应。为了让狗狗排便，妻子会每天坚持出门2-3次，无论寒风酷暑，都是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。丈夫真的再次完美演绎了什么叫消失的他。仅有的几次交给他照顾时，他全天都没带狗出门排便，这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快把妻子的卷发气质了。甚至他连每次给狗喂多少狗粮都不知道，这甩手掌柜当的也算是彻头彻尾了。 모르겠어요. 기억력이 붕어인가 봐요. 정말 当江迅进房间时，地球并没有跟他打招呼，这就可以看出他根本就不关心陌生人，心里装的全都是主人一家3口。江迅说，如此顾家的问题犬十分罕见，甚至他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地球会对同类产生攻击性。在他1-2岁的时候，丈夫带他出门，让他被咬了3次，这导致他幼小的心灵彻底失去了安全感。他会觉得主人没法保护自己，他必须得亲自出手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。他的那颗守护之心全可见。妻子说，之前有一次有只狗向女儿扑了过来，地球马上就冲过去，用身体把那只狗撞跑了。没想到一只狗竟也有爱屋及乌之心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朋友的狗跟着小主人时他会出手了。江迅看得出地球小小的脑袋里藏着很多为家里做贡献的想法，如此治愈系的狗狗简直就是上天派来的天使。当江迅叫他过来时，他先回头看了眼女主人，这是想取得对方同意后再靠近客人，而且他走过来只是出于礼貌，并非是喜欢。这分寸感的拿捏像极了生意场上的老油条。 축하드립니다. 하늘이 내린 선물을 받은 거나 마찬가지. 这样的神仙小狗，就连江迅都平生仅见，能给出这么高的评价，在节目里还是头一回。他的一番点拨也让夫妻俩认识到了是自己的失职，才让神仙小狗露出了它锋利的獠牙。对于这样的狗狗，江迅建议要有更多的耐心去理解它，因为地球真的有思考该怎么做才能帮到主人。目前对于他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。强者如他已经不需要跟同类进行社交了，每天只要在他熟悉的路上散散步就可以了。当主人明白他那颗守护之心后，并且展现出一个真正领导者该有的风范时，那地球也就不再会对同类恶口相向了。当江迅要离开时，地球突然冲过来想进行骑跨，江迅直接就把他格挡了开来。他说地球的行为只是在进行不礼貌的问候而已，只要不动怒再把他赶走就可以了。 하루에 한 번 산책이에요. 저 청소기 한 번 돌리기. 几天后，节目组又把观察地点换到了室内运动场。没想到丈夫只要能躺着就绝对不站着，这实在不像能完成江迅作业的样子。其实前几天节目组就接到了妻子的信息，他们觉得地球似乎并不像江迅口中的天使狗，因为他们特意以每小时5万韩元的价格租了个独立运动场，但没想到旁边有狗狗经过时，地球还是会狂吠。看起来江迅给的建议好像并没有什么用，但江迅却说他并不是让地球去那种有其他狗的运动场。 而且地球的警戒行为源自于主人的不作为，如果有狗狗出现，夫妻俩赶紧保护它，那可能就不叫了。所以他们还没认识到自己才是最关键的那个点。接下来，江迅让2位嘉宾检查下男主人是否有完成作业，同时他也请来了辅助犬对地球进行测试。当男嘉宾进门后，另一只金毛对他非常热情，但地球却依旧只关心主人，对他没什么兴趣。看来之前江迅对他个性的描述非常准确。丈夫说江迅留的散步和吸地作业基本完成了。 但关于饮酒量方面，他却支支吾吾，估计平时小酌几杯的习惯没什么改变。接着，江迅让女嘉宾牵着狗进去，想看看夫妻俩的反应。他一进门，金毛马上就转化成了狂暴模式。这时，男主人走过来想控制2只狗，夫妻俩分别给2只金毛都套上了牵引绳。妻子见女嘉宾不敢进门，就把狗带了出去。她觉得让金毛闻闻辅助犬的味道，2者就能亲近些了。但这正是江迅觉察到的问题所在。辅助犬受到惊吓，妻子应该第一时间去安慰他。
而不是说让自家狗闻下对方就不会叫了这种话。自己的狗把对方吓到了，妻子却只关注自家狗叫不叫，完全不考虑对方的行为，实际上也有些自私。可怜的辅助犬进屋看见3只狗后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江迅见状只能赶紧让女嘉宾带他离开，换他亲自上阵。这时夫妻俩提到了地球在独立运动场依旧有攻击性的事，江迅解释道，因为围栏能让他看见其他狗，而且对方叫的时候很可能吓到他了，所以慌张的地球才又对同类产生了攻击性。至于刚才女嘉宾带狗进来时妻子的行为也不太妥当，因为她让金毛纹绣辅助犬不一定是对方想要的。 반가워서인데? 라고 생각할 거예요. 제 냄새 맡으면 끝나는데? 굉장히 위험하죠. 如果夫妻俩要带狗去独立运动场的话，一定要提前确认好周围是否有狗狗出现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不能带地球去这里活动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带它出门散步了，因为目前地球的个性没法改变，而且养狗本身就要避免制造更多的事端。 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变成真正保护狗狗的领导者。就像江迅基本不会带他的狗去人多的地方，因为他养的4只狗护主性太强了，一旦有陌生人靠近，他们就会进入警戒模式。所以江迅为了避免麻烦，就会去没人的地方遛狗。作为一名训犬师，他会尊重狗狗的习性，创造和谐生活。他建议夫妻俩以后不要带狗去公共宠物运动场了，并且3只狗必须单独分开散步，这样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以后散步遇到陌生狗走过来的话， 首先应该安慰下地球，让他保持冷静。如果对方走近15米的距离时，可以向旁边让一下，同时再告诉对方我的狗有些敏感，请不要介意。因为主人优先做出了行动，会让地球觉得被理解了。这时候如果他不叫，就给他零食作为奖励。当奖罚系统慢慢建立，他就明白不攻击才会有零食吃。接下来江迅再次把辅助犬请上来，重新训练地球。如果金毛们把警戒注意力都放在其他狗身上的话， 主人就可以牵着它们原地转圈，转移注意力。这样的训练，夫妻俩可以多在家里进行，防止它暴冲。当辅助犬现身的时候，地球的嘴角开始不断抽动，而妻子带它转身时，效果并不理想。这时江迅马上收紧绳子，示意它坐下。当边牧动起来，但地球没反应时，就可以用温柔的语气表扬它。伴随着辅助犬的靠近，大家都很关心地球的表现。但好在妻子带它转圈后，它并没有吠叫，它就像天才一般，一点就通。无论辅助犬再怎么移动，它都把注意力放在零食上。 江迅觉得地球现在应该不会再攻击对方了。最后，他告诫夫妻俩，以后地球如果遇到同类，要尽量远离，不交朋友反而是对他最大的保护。如果现在辅助犬想出门，一左一右的金毛会给他很大的压力，主人应该及时观察到这种情况。江迅带着金毛来到侧面，给边牧留出空间。只有主人真正提升自己的觉悟时，狗狗才会彻底放松下来。来到室外后，妻子依旧用转圈大法平复地球的压力，然后他又和辅助犬的主人开始互动。 这时再看地球，已经完全想不起来攻击这件事了。좋은 게요. 하늘이 주신 선물이라고요. 从反馈视频来看，主人对狗狗的控制程度越来越高，而且对陌生狗他也不再会大吼大叫了。看来江迅给出的方法的确有奇效。其实讲完今天的故事，我觉得地球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能装下照顾自己的一家3口。他对其他人漠不关心，对同类充满敌意。但他会在有狗冲向小主人时，用身体撞开对方。他会叼起东西递给主人。 用自己能想到的一切方式为这个家做点什么，只是没有人真正看懂过他的心意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创伤后的过度警觉，那些曾经在毫无防备时被伤害过的生命，会从此把整个世界都当成潜在的威胁。地球就是这样一只狗，它在1、2岁时被风山犬咬住脖子拖行，在最需要保护的那一刻，它感受到的只有恐惧和主人无能为力的手。从那天起，可能它就决定了再也不想靠任何人保护自己。 于是他变成了讨伐型狗哥，他会先下手为强，把所有同类都当成假想敌，因为对他来说，攻击不是目的，自保才是。这多像人类啊！那些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，后来变得不敢再付出；那些在职场上被背叛过的人，后来学会了先保持距离；那些从小被打压长大的孩子，后来总要先发制人的证明自己。我们以为那是变强了，其实只是怕了。而更遗憾的是，地球的恐惧被误解成了坏。丈夫用踢打来纠正他，妻子用溺爱来补偿他。 但他们都没有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别怕，有我在。江迅说，地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社交，而是一个真正能让他感到安全的领导者。当同类靠近时，主人能不能第一时间站出来挡在他前面？当危险来临时，主人能不能用行动告诉他，这次我会保护你？可惜这对夫妻连自己的关系都处理不好，一个当甩手掌柜，一个独自硬撑，一个用暴力表达愤怒，一个用纵容掩盖无力。他们之间的矛盾最后都变成了地球嘴里的獠牙。其实有时候狗狗从来不是问题的制造者。 他们只是问题的承受者。节目最后，地球学会了在辅助犬靠近时看向主人，学会了用转圈代替吠叫。改变的发生不是因为什么神奇的训练技巧，而是他终于被看见了内心的恐惧，以及他藏在那副冠军皮囊下的需要被保护的自己。其实每个攻击性很强的生命背后，都藏着一个曾经受伤却无人知晓的孩子。他们不是不想温柔，
只是不再敢相信这个世界还会温柔待他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地球，不管是一条狗还是一个人，你要知道，那些看起来最凶的往往是最怕的，那些最先动手的往往是曾经最无助的。而治愈他们的方式，从来不是以暴制暴，也不是无限纵容，而是走过去站在他身边，然后让他知道，这一次你不用再一个人面对了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